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杨紫肖战这次能爆火吗？和马哥总结下来，演员的演技没问题，男俊女美相当养眼，氛围感十足。部分的剧情处理得不够好，有点故弄玄虚的味道。但还是能了解些心理学的知识，收获些所感所悟。这剧口碑上恐怕是中规中矩，但还是有望成为收视率、话题度上的爆款。前几天杨紫与欢瑞世纪和平分手的消息登上热搜，曾被宋丹丹不看好在娱乐圈发展的杨紫，凭借自己的努力，成功从昔日的国民闺女华丽转身为实力和流量兼备的人气女演员。大学毕业后的杨紫不是没有过转型上的焦虑，但她厚积薄发，战长沙大秧歌、欢乐颂、青云志几部剧下来，每一部都是稳扎稳打。之后的香蜜沉沉、烬如霜、亲爱的、热爱的也都成为年度爆款。转型成功不说，还带火了合作的男演员，被观众视为望夫锦鲤。然而接下来杨紫手中的爆款潜力股竟然纷纷哑火。余生，请多指教搭档肖战，对方被敖三事件拖累，一度人人喊打。青簪行男主吴亦凡都吃上牢饭了，播出更是遥遥无期。作品空档的他只能靠综艺维持热度，这运气简直不要太衰。好在单干1周后，另一部大热门终于上线了。这次杨紫搭档景柏然，还能制造爆款吗？女心理师改编自毕淑敏的同名原著，导演柯汶利之前拍了国产版《误杀》，剧版《唐人街探案》还算不错。配角有倪萍、黄觉这种老戏骨，也有坚韧姿，王佳这样的青年派也是尚可。画面精致的他一看就氪金不少。但首播却迎来了口碑两极反差。观众口中的槽点一，导演在开头炫技严重，想要模仿美剧却水土不服。一部以心理咨询为核心的片，处理的却像悬疑片，和预期严重不符。开头一个长镜头穿插所有出场人物。观众口中的槽点二，打开本剧的初衷还是想了解点心理学知识的。可男女主仿佛拥有外挂，男主钱开义作为电台主播，飞檐走壁，摩托漂移，咱就当他身体素质好。女主赫顿作为心理咨询师，咱可以能力出众，但为啥还拥有一双神奇的耳朵，总能够捕捉到常人无法察觉的声音，并以此为解决问题的突破口？这个设定有点画蛇添足的味道，还是搁这里拍科幻片呢？观众口中的槽点三，看完几集就记住了前男友和野男友，好好的题材又搞成了4不像的无脑偶像剧，就和白百合刚上映的门锁一样，都是打着女性题材进行招摇撞骗。和马哥必须承认，以上的说法都有一定道理，的确存在这样的问题，但秉着负责任的态度和从第3集开始就真香的粉丝安利，我还是多看了几集，给大家带来最真实的测评。先讲下前4集的主干单元故事。一开始，赫顿还是某心理救援中心的心理师。这天，一个叫尤娜的女生打来电话，说现在要跳楼。赫顿就发挥他的动耳神功，确定尤娜在学校，让同事帮忙报警。他也发挥心理战术，安抚好尤娜的情绪，让她离开了屋顶。通过交流，赫顿得知尤娜之所以想自杀，原因是因为遭受同学们冤枉。在一次朗诵活动中，尤娜被同是播音特长班的小哲推下舞台，但小哲并不承认。由于处于监控盲区，兼职老师钱开义只能各打50大板，同学们也对他指指点点。尤娜这才一时糊涂要自杀，但在赫顿的引导下，他想到心爱的父母才萌生退役。但这还没完，小赫的校服不知道被谁泼上了红墨水。他第一个反应就是找到尤娜，
狠狠地往尤娜脸上扇了一巴掌，有点校园霸凌的味道了。尤娜这又想不开，半夜又去游泳馆跳水，准备溺死自己。幸好赫顿和钱开义及时赶到，才将其救下。赫顿也差点发生危险。尤娜的父母赶来，母亲想要到教育局投诉，父亲却想要大事化小，不影响孩子们高考。起初看到父母还高兴些的尤娜，听到老爸这话立刻变了脸色。晚上回去睡梦中的尤娜狂扇自己的脸，终于让他妈知道问题的严重性。第二天赶紧联系赫顿，准备进行心理咨询。恐怕让大家分析尤娜的心理问题产生原因，一定是因为校园霸凌与小赫脱不了关系。在尤娜的自诉中也是如此。原本他是班里的领头羊，兼职老师钱开义却更喜欢小赫。小赫课堂上踩自己一头也就罢了，居然自己老爸下雨天接送小赫老妈，还送他昂贵的衣服，这搁谁能够不崩溃呀？但赫顿却发现这事儿不简单，要采取家庭疗法和尤娜父母沟通。和马哥也发现了，在这些境况中，尤娜老爸总是偏袒小赫，小赫是单亲家庭。难道尤娜父母感情出现问题？尤娜父亲的出轨对象还是小赫妈妈？这样想的和马哥有点俗了。在沟通中发现，尤娜父母的确感情出了问题。女轻男弱的家庭配置，女方脾气火爆，男方逃避问题，两人沟通不畅。因为尤娜要学艺术的事儿，两人闹崩了，但离婚不离家，一切等到高考完再说。父亲总拿出差的借口出去逃避，两人还因此大发脾气。他们以为自己保密工作做得挺好，其实尤娜全都知道。尤娜认为自己是家庭的粘合剂，为此她不惜去偷东西，去自残，甚至是自杀。每当这个时候，出差失踪的父亲总会第一时间赶回来，一家人和和美美。得知真相的父母痛哭流涕，尤娜最终也正视父母的分离。至于父亲之所以关照小赫，是因为小赫一家曾对他们家有恩，如今给予报答。在这一波三折当中，和马哥了解了心理咨询师的工作流程，也掌握一些心理学的知识，比如如何稳定想要自杀者的情绪，可以让他闭眼睛数数。因为左脑理性思维，右脑感性思维，用左脑数数字一定程度上会让右脑平静。又如做心理咨询并不是在什么地方都好，地点的变动有可能破坏心理师和求助者之间的信任关系。这种脆弱的关系，房间里物品的摆放，甚至沙发的软硬都会造成影响。再如赫顿引导尤娜父母做的火柴游戏也挺有意思，用火柴投票，让两人阐明吵架的原因，过错方究竟是谁。在互相指责中，两人终于明白自身有着问题。在科普心理学常识的同时，展现典型事例。如果按这个流程下来，或许不会引起太多吐槽。但在单元故事之外，剧本开始狂加 buff， 埋线多不说，还剪得细碎。咱先看看原著的女主身上的剧情。一人难自医的赫顿，还有着狗血的感情。电视剧大致要在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上，按照这个套路走上一遍。在近似悬疑片的剪辑中，和马哥也确实找到了这样几条脉络。第一，赫顿疑似在和弟弟出去玩时，弟弟溺水而亡，因此赫顿疑似有着优势恐惧症，也惧怕着水。而他的母亲也因此有着心理创伤，总把赫顿当成弟弟。第二，在高中时期，钱开义就对赫顿一见钟情，但好似如今赫顿并不认识钱开义，两人因为机缘巧合才认识。借着一起做电台节目的由头，两人边工作边恋爱。第三，而男二叶家辉性格冷漠，是个学精神科的精神病人。赫顿成为他的救命恩人，他也成了赫顿的邻居。但这不是机缘巧合，他对赫顿表白，并好像寻找治愈他的方法。
光这几条主要的线路下来，又是精神病，又是三角恋的，已经要素过多，但导演又将其讲述得更加复杂。比如赫顿母亲出场，赫顿从菜市场回到家，发现老妈一脑门血，如此惊恐的场面就是为了逗赫顿玩。赫顿一顿分析就知道老妈在骗他。又如叶家辉大半夜跑到赫顿老师家中，偷走了老师和赫顿的照片，这又是在干嘛？每一处埋梗都是一惊一乍，和治愈向的主题不符。单元剧情和主人公主线剧情又支离破碎混合在一起，也难怪观众看得心碎。讲述故事的方式简单点，观众也自然能看得明白。和马哥现在能够明白这部剧为何被江苏卫视退货了。和马哥总结下来，演员的演技没问题，男俊女美相当养眼，氛围感十足。部分的剧情处理得不够好，有点故弄玄虚的味道，但还是能了解些心理学的知识，收获些所感所悟。